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台是改款版的 CX-5， 那它是售价从163,300块起的 2.0L High， 它比 2.0L Mid 贵了2万块。这个2万块就让它多了齐全的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包括 MRCC、Adaptive Cruise Control、Blind Monitoring、Road Cross Traffic Alert， 它还有360 Camera、Two Position 的 Memory Seat 和皮革座椅等等。那个便宜2万块的歌颂版 CX-5 就没有这个东西，所以那个最低配的143千起，我觉得那个只是作为一个参考用途啦。我觉得你真的要买一辆 CX-5， 这个才可以算是最低配的 CX-5。那我加了它之后，我发现到其实 2.0L 6AT 已经非常够用，除非你真的需要更大的马力、更大的扭力，载更多东西、载更多人，你才去 upgrade 2.5NA、2.2 Diesel 或者 2.5L Turbo 的版本。说 2.0L 是最完美的 CX-5 吗？那倒不一定，因为我驾了它几天几千公里之后，我发现到它的确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就透过等一下的试驾影片来给大家分析看看。如果在2024、2025年你要买一辆改款版的 CX-5 2.0L High， 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从影片开始之前，记得 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Let's go！ 改款版 CX-5 2.0 Mid 跟 2.0 High 用的都是17寸的轮圈，尺寸是22565R17。那从2.5L NA、2.2 Diesel 再到2.5 Turbo 都是22555R19，所以 CC 小的就用17寸 ，CC 比较大的就用19寸，没有给你18寸 ，There's no in between。所以这个17寸的轮圈我觉得对于一个轴距2700mm 的 C segment SUV 来讲是偏小啦。但我驾了过后，我发现到它的好处就是它比较轻，然后长途驾驶起来的时候也比较省油。但你赚到了这种经济性、省油性，你牺牲掉的就是过弯时候的那一种稳定、那一种操控感，它会输很多很多啦。所以以这个轴距的车子，19寸又很自由，我觉得18寸就是一个刚刚好的选择啦。Rim 的样式好不好看，这个见仁见智啦，就是你还是会觉得小，所以你买到 2.5L NA 除了有更大的马力扭力之外，就是轮圈跟你大个2寸，所以Bermas Motorway 改款版的 CX-5 提供了2个 Premium Color，Soul Red 和 Machine Grey，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Snowflake Wiper 是不在 Premium Color 里面了的，所以你要给3000块就可以拿得到 Soul Red 和 Machine Grey。不管你是买到 2.0 Mid、2.0 High、2.5L High、2.2 Diesel High 还是2.5 Turbo High， 你都要给3000块才可以拿得到 Soul Red 和 Machine Grey。但你问我的话，我觉得 Snowflake Wiper 是一个最好看的颜色。改款版 Mazda CX-5 标配了8寸的荧幕，支援 Wireless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还有 Wireless Charger。这个东西 2.0 Mid 跟 2.0 High 都没有分别。但是呢，这个贵了2万块的2.0 High 就多了360 Camera 全景摄像镜头，还有这个 Two Position 的 Memory Seat。那它是有 Front Parking Sensor 的，2.0 Mid 是没有 Front Parking Sensor， 而且2.0 Mid 也没有 Automatic 的 Power Tailgate 电动尾门，这个版本有。那再来的话就是 Pedal Shifter， 2.0 High 有 Pedal Shifter， 2.0 Mid 没有 Pedal Shifter。再来就是我该讲过的东西，就是 ADS 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所以你买到 2.0 Mid， 即便是 Blind Monitoring 盲点侦测跟 Road Cross Traffic Alert 都没有它不像 CX-3 这样子，你买到最 low spec 还给你2个功能，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 CX-5 你要买真的就是从163千的 2.0 High 开始买，因为那个真的差这2万块嘛，你差这2万块嘛 ，OK， 真的很重要啦。因为你讲其他东西倒还好啦，那种你知道吗？我觉得 Blind Monitoring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当然，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你买到 2.0 Mid 是给你 Fabric 布料座椅，但是 Bermas Motor 为了考量到很多人想要皮革，它也提供了一个2900块的附加选项，让你能够升级到这样子的一个皮革座椅。但如果你买到 2.0 High， 就已经是标配皮革座椅。那 CX-5 的后排空间比同级对手小，我相信这个大家已经心里有数了。但我要讲的是，因为我昨天就把它开回去新山
照样我就放了2个 baby car seat。然后作为一个 Mazda CX-8 的车主啊，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像我这样子放2个 car seat， 你去买 CX-8 啦，你去买 low spec 一点的 CX-8 都好过 CX-5， 因为这个是格局上的这个问题啦。如果你真的要放 car seat， 你一定要买到3排式，你才可以比较灵活，小孩子要上下车啦。后面要放东西啦，然后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有小孩子要爬来前面啊，走去后面等等，在这个模式下都相当的局限啊。你必须要把1个 car seat 放去前面，后面才可以坐大人，不然这样子放2个 car seat 中间是可以坐人，可是像我们要回行山来讲是很难的啦。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根据啦，如果我觉得你要放2个 car seat， 不要考虑 CX-5 了，直接去买 CX-8。前2天我就开着这个 CX-5 2.0 Sky Active G 从 KL 回去新山，再回到来 KL， 所以我目前已经开了超过1000公里就来先分享我满意它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因为我自己最熟悉的是 2.5 Liter Sky Active G 嘛，那个有192个 horsepower， 这个只有162个 horsepower，213个 Nm， 所以照理来讲，它应该是要会没有力，给你 underpower 的感觉。但是因为这是一个 CX-5 轴距是2700，不是2930，所以车重是1588公斤而已。所以就这个162 horsepower 6000 RPM 跟213 Nm 4000 RPM 来讲，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恰到好处，不会说，当然不会讲到很有力啦。不过，塞车走停，even 走 highway 你要上到130、140、150、160来讲都是 OK 的。所以它比我预期当中的还要有力，没有 underpower 的感觉。这对我来讲本身已经是一个优点，因为 2.0 的 road tax 跟 2.5 Liter 比起来是有一段距离啦。那再来第2个呢，就是它的油耗表现了，因为我在 highway 大概120到140之间的这个 range 你的油耗可以做到1个 liter 12.8公里，这个 highway 当然比较省啦。那即便是你在市中心、你在市区走停你知道吗？一次 traffic light 等等的话，它都可以做到10.6甚至11个公里都可以，1 liter 11公里对它来讲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compared to CX-8 的话，就是1个 liter 可能才走不到8公里这样子吧。我知道那个是不同的 segment。不同的，然后不同的 size， 油耗19寸这个17寸而已，肯定是会比较省的。但因为这是一个改款版的Mazda CX-5 嘛，那它的前身就是叫做 CX-5 2.0 GLS， 那个时候是 GL Low Spec GLS High Spec， 那现在就 Bremaz Motor 就简化这个名称叫 Mid Spec 或者是 High Spec， 所以改款版过的 CX-5 椅子更好坐啦，比之前的有进步但不明显啦。然后悬挂的部分也让它更加的舒服，这个是可以立马感受得到，它的确是比改款前更加的舒服。就像 Mazda 的这种循序渐进你不会立刻就感受到一种很翻天覆地的差别，主要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让它去更加的去优化它。所以你说你知道吗？这个163,600块起的版本已经是很好了。我真的想不到为什么你还要去买这个马力更大的车子，像 2.5 的、2.2 diesel 的或者 2.5 turbo 的，因为对我目前这个阶段来讲，我在我们2个大人2个小孩子来讲，完全没有的去想了啦这个动力，当然还是会不够啦。那它不够的地方就体现在它的高速行驶表现，起步。那这个起步加速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在这个级别，大部分车子都是用 CVT 无段式变速箱，只有 Mazda 还坚持在使用 Sky Active Drive 的算是 Torque Converter 的这个变速箱，传统的 Automatic Gearbox， 所以它的节奏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降档，它有点类似于 Dual Clutch 的这种感觉，这不是 CVT 能够跟它比的。所以当你在加速的时候，你会听到引擎的声音是偏向高亢一点，但它不是 CVT 那一种没有节奏的高亢，它至少是给你知道自己处于几号牙3号牙、4号牙、5号牙这样子慢慢 build up 上来。所以无论是升档还是降档 ，6AT
都好过 CVT。这个对于一个热爱驾驶乐趣、感受这种驾驶感的人来讲，这个 CVT 是完全不用跟它 fight。所以即便你看这个 2.0 L， 它只有162 horsepower、213 Nm，CRV 的 1.5 Turbo 都有193个 PS 跟243个 Nm， 比它多很多。但马力多并不一定代表它比较厉害。所以我们回到高速行驶方面啊，首先它的上半身啊是非常安静的。因为我该注意到啊，这个 CX-5 呢，它的2个前面的玻璃是用了这个 Pilkington 的 Laminated Glass， 就是所谓的夹层玻璃、双层玻璃，前面2个都是但后面2个不是啦，后面2个就是普通的单层玻璃。所以这个 Laminated Glass 啊，就让到你在驾的时候，窗外的风切声、风噪声等等都大大的降低。然后因为车子的整个组装用料 material 等等，你都会 feel 到它已经是一辆，你知道吗？接近 premium SUV 的感觉。然后你驾着 OK 啦，你驾80没有问题，90没有问题，100没有问题，你慢慢越来越快过后，你就会发现到这个方向盘啊，它的转向就偏 soft 了。你尤其是你越跑越快，你就觉得你一直需要对它施加这个力量去压制着它，因为这个轮胎是22565R17轮圈小，然后车子就不够稳啊。那如果你跑长途来讲，我觉得17寸真的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你会觉得人没有这么有信心。你不要误会啊，我不是说它17寸它就不好驾，它就没有力，只是说你不要比较，如果你从来都没有驾过 CX-5， 这是你第一台 CX-5， 你不会知道我在讲什么的 OK。 那如果你是要用比如说 Volkswagen Tiguan 的标准来看它或者是 Peugeot 3008那一种欧系的 SUV， 你就会知道在相等的速度下，你驾欧洲的 SUV 真的是会比较稳，比较有信心是在 Highway 方面啦。那 CX-5 就在这个地方就不够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辆就好像一个人他上半身的肌肉练得很发达，哇，二头肌整个 muscle 整个胸练到很大，但是他的腿就很细，就给我这种感觉啦。所以你讲他很壮吗？是很壮，可是你真的要跑起步来，可能再做一些腿部运动化，他可能就会不是这么好啦。但你知道吗？在马来西亚，如果你不要改车啦，你要买来原装怎样就是怎样的话，你就直接买 2.5 L NA， 你就不用烦。那 2.5 L NA 放在一辆 CX-5 身上是相当有利了的啦。我记得有一次我驾一辆 2.5 NA 跟驾 2.5 Turbo 的 CX-5， 我甚至不知道那个 2.5 NA 是不是 2.5 Turbo， 就是你知道吗？在低速行驶走停的时候它很 smooth， 反正我换去 2.5 Turbo 过后，我会 feel 到有一点 Turbo lag 啦，在低速很低速了的时候。那当然你买一辆 CX-5 你可以得到一个东西是可能别的 brand 给不到你的，就是它给你5年或10万公里的这个 free maintenance 跟 warranty。 那5年10万公里的 warranty 很普遍，大家都可能够给到你，你给多一点钱可不好可以 extend 到7年。但是5年的 free maintenance 就是这5年或10万公里里面你加回去每1万公里或者每2万公里3万公里你要换黑油换 oil filter 这些东西全部他们都会帮你处理了的。所以当你在讲 Mazda 的车价偏贵偏高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个价钱里面已经包含了你5年里面的这些 service free service maintenance 的这个东西都在里面了的。结论就是，我觉得这个163,300块起的 CX-5 2.0 High 已经足够好，因为它有齐全的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 MRCC、Blind Spot Monitoring、360 Camera， 全部东西都有，还有 Wireless Apple CarPlay。所以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于下盘的部分，像我刚才讲了的，它的上盘非常的安静，非常的稳，方向盘有 UVC Plus， 转向力度出弯等等都非常的好，但是下盘这个22565R17尺寸的轮胎就会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就会影响到整体驾驶的这种刚性、稳定性跟你的这个高速行驶的信心等等。然后如果你是在1个人、2个人或者在2个小孩子来讲，这个力还刚刚好，但是如果你要在很多在3、4个成人来讲，你就至少要 2.5 L， 就是这个178,000起的 2.5 L High 版本。如果你真的是要更强，你就买 2.2 Diesel 或者 2.5 L Turbo 的版本就可以满足到你啦，但是也不会很贵。
但是所以我觉得现在改款版的 CX-5啊，这个起步价虽然很高，但是你买到最顶配其实也不到200千啦。虽然跟5年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分别，但是我告诉你，你现在买5年后、10年后、15年过后，它不会让你觉得它已经 outdated， 已经过了几个 generation 这样子，你完全就是 feel 不到这样子。还有什么疑问，或者你已经是 CX-5 2.0的车主，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们对自己的车子进行了哪一些的升级。喜欢影片，我是戴主义，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加 Facebook page， 记得 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我们下期影片见。这一台是售价，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售价从163,300块起的 CX-5 2.0 High 版本，它比 2.0 Mid今天要跟